18000，这破冷库1个月电费竟然要18000，这压缩机是吃钱长大的吗？再这样下去，冰棍没话，我先破产了。起号了，房租和18000的电费，你再凑不齐，我可去拉电闸了。梅姐，你再宽限我半天。我今天下午有个大老板要来进货，200箱雪糕，钱一到账我马上转你，求您了，千万别拉闸。行吧，最后半天，下午5点见不到钱，天王老子来了我也得拉闸。大老板哪儿来的大老板啊？现在大家都在网购，谁还来我这种城中村进货啊？难道真要把店盘出去？什么声音？谁在那儿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店里虽然没钱，但可是360度无死角监控，偷雪糕可是要报警的。好冷，竟是极寒之地。我莫不是死了，来到了幽冥地府？我乃赤阳县姓陆长洲，求仙姑垂怜，赐一滴甘露，只要一口水。大土国赤阳县令，哥们儿，你入戏太深了吧？我操，你身上怎么这么烫？这体温绝对超过40度了吧？这是真中暑了，热射病啊！这是，算我倒霉。不管你是真群演还是疯子，死在我店里，我可说不清。水是吧？等着，别说话了，赶紧喝。这是1块5一瓶的盐汽水，里面有盐分，刚好能补充你流失的电解质。慢点咽，别呛着。这究竟是何等神仙之物？冰寒刺骨，入喉竟如万千雷霆在腹中炸裂。这水里还有这咸涩之味，竟瞬间驱散了我体内的热毒。陆某眼拙，竟不知是掌管冰雪雷霆的仙姑降世。这雷霆圣水不仅解了陆某生死之危，更救了陆某神魂。不是哥们儿，这就1瓶1块5的盐汽水，里面那是2氧化碳气泡，神他妈雷电之威啊！你到底有没有常识啊？仙姑，陆某命不足惜，但我赤阳县10万百姓此刻正遭受烈日炙烤，每日皆有数百人热伤而亡，城中一口水井都打不出水了。陆某身无长物，恳求仙姑大发慈悲，明日能否再赐我100瓶这种雷霆圣水？这是道具。此乃10两官银，是我县衙仅存的一点库银，不知够不够买100瓶雷霆圣水？软的，这比重，这牙印，我操，真的是银子，真金白银的银子，370克白银，当废银卖也有2000多，买进价8毛的盐汽水，2万的暴利。你刚才说你要多少瓶？100瓶，若是仙姑觉得银两不够，50瓶也行，只要能救城里的百姓。够，别说100瓶，你就算要200瓶，本仙姑也给你包圆了。多谢仙姑，陆某这就回城告知百姓，明日此时陆某带人来取水。这5瓶算本仙姑白送你的赠品，你先拿回去救急，记住，这水一定要慢慢喝，别一次性灌猛了。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银子，带上诚意，本仙姑在这等你。小生明日必至。夏琳，你想好没有？没钱我下午可真叫电工来拉闸了啊！拉什么闸，梅姐，你给我在这等着，不仅要把欠你的电费房租全交了，隔壁那间空着的大仓库，老娘今天也一并盘下来了。老板，回收银子，按今天大盘最高跌走，赶紧的，我赶时间救命。小姑娘，我这可是正规金店，不收你们剧组拍戏用的铅块道具。你这灰不溜秋的，表面连个光泽都没有，拿走拿走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重量在这摆着呢，你见多识广，用火烧一下不就原形毕露了？真金不怕火炼，真银不怕火烧。雪花银，这是纯度极高的老雪花银啊！大楚关造，小姑娘，你这可不是普通的银子，这是古代的官银啊！这包浆，这钢印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古董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太爷爷传下来的传家宝，今天家里急用钱，老板，你就说能给多少吧，痛快点，
不行，我去隔壁街的典当房了。别，隔壁那都是坑人的，你先别急，我给你算个实在价。这块银子重10两，按现在的废银价，也就2000多块钱，但它是官银古董，有收藏价值。我给你算要价，15000。15000，老板，你当我不懂行啊？3万，少1分，我现在就走。行，3万就3万，当交你这个朋友了。账号给我，马上转账。支付宝到账。10分钟前我还是连电费都交不起的穷光蛋，1瓶1块5的盐汽水，直接变现3万块。谢了，老板，下次有货还找你。师傅，拉闸吧，这死丫头肯定是跑路了。住手！梅姐，扫码，2万块，连房租带欠的电费，1分不少你的。电闸给我留着。已收款2万元。你抢银行去了？这大半天的，去哪儿弄这么多钱？我说了，有个大客户要我的货。梅姐，我不光要交房租，你隔壁那个空着的300平米大冷库我也要了，明天我就把定金给你打过去。你发横财了？行，你有钱，你是大爷，我不拉闸了。王捕头，别扇了，省些力气吧。老夫人，您千万挺住啊！大人说县衙后院那口枯井最深，他亲自下去挖水脉了，一定能找到水，一定能的。娘，王捕头，大家快醒醒！我找到水了，我找到救命的神水了！救命的神水！救命的神水！大人，您没死。这是什么？快扶我娘起来！仙姑赐下了仙家雷霆神水。这是何等纯净的琉璃盏，里面装的竟然是水，怎么会这般清澈透明？大人，这上面是冰，这大伏天的，这琉璃盏竟然在冒寒气。别废话了，王捕头，搭把手。娘，快张嘴，仙家神水来了，咽下去，慢点咽。这水里有雷霆在跳跃，好冰，好甜啊！老夫人活过来了，老夫人的火毒退了。王捕头，快把箱子拆开，把这些神水发给兄弟们，每人先喝半瓶，不可牛饮。是，多谢大人，多谢仙姑。这水竟然是咸甜的，我喝到了传说中的琼浆玉液。老天爷，这水里有仙气，仙气从我肚子里顶出来了，我这抽筋的腿竟然不抽了。兄弟们，听着，我之所以能活命，是因为枯井之下有一扇通往9天仙境后的下神门，他老人家大发慈悲，赐下了这些流状琉璃盏的雷霆神水。但这些水救得了我们，却救不了外面那10万饥渴交加的百姓。夏仙姑说了，都需要电费，若想换取更多的神水，就必须再去供奉。谁在骂我？喂，张老板吗？对，我夏离。你库里还有多少冰镇盐汽水？别管什么牌子的了，全给我包圆了。下午直接派2辆大货车拉到我店里来，钱不是问题。老娘现在资金充裕的很。光喝水不行啊，那陆战杏瘦的皮包骨头，估计那边不仅缺水，还极度缺粮。要是能多弄点银子过来，我是不是该给他们准备点高热量、脂肪放的硬菜了？大人，百姓们把家底儿全掏空了，可全都是些破铜烂铁和碎玉，这能换来仙姑的粮食吗？仙家要的是供奉，这些凡俗杂物恐怕难以入仙姑的法便。
更棘手的是，如今赤阳县大旱，为了保住仅存的一点井底泥水，全城早已下了死命令，禁绝生火。就算仙姑赐下大米白面，百姓们连生火做饭的水都没有，只能干嚼生米啊！常州，用这个去叩仙门。娘，使不得，这可是当年先帝御赐给父亲的金簪啊！变卖御赐之物，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糊涂！如今赤阳县10万人命悬一线，若百姓都死绝了，大钱的江山也就空了。留着这死物有何用？你拿着它去求仙姑赐下能直接入口的熟食。师傅，对，就停这儿，把这200盒盐汽水全给我搬进外面那个常温仓库里，动作快点啊！那半两碎银换来的5000块钱，先把附近水站库存掏空再说。师傅们先歇会儿，剩下的我一会儿再点数。让夏老见笑了，常州与城中百姓已有大半月未进1粒米了。半个月没吃饭，难怪瘦得跟个竹竿似的。你在这等着，外面有刚倒的水，我这就出去给你弄点大米白面。夏老板留步！赤阳县大旱，如今全城禁火，就算有米面也无法烹煮。常州斗胆想求一些能直接入口果腹的仙家食灵。常州知晓食物珍贵，这是家母珍藏的先帝御赐金簪，不知可否作为供奉？这凤尾雕弓，这2颗红宝石，这绝对不是普通东西，更别说这还是皇帝老儿御赐的东西。那什么，陆县令，你娘真是个大善人，不能生火是吧？需要高热量抗饿是吧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在这儿吹会儿空调，我出去给你整点硬菜。我的天老爷，这篆刻工艺，这宝石镶嵌的手法，典型的皇家造办处出品啊！凤头底部还刻着内务府的印记。小梨子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了？李叔，您别瞎脑补了，这是我祖传的，您就说给多少钱吧，我赶时间呢。这种级别的皇家孤品，上拍卖行起码100万起步，但我最多只能给你80万，我马上就给你转账。您已到账80万0元。80万？几十分钟前我还在为8000块电费发愁，现在直接成富婆了。我先走了，李叔。王老板，别睡了，来大生意了。你库里那种裹好粉的半成品大鸡腿，给我来500斤；原味鸡米花、冷冻粗薯条也给我来500斤。再给我弄4台最大公度的商用油炸鸡，10桶大豆油，孜然粉和辣椒面给我按麻袋装。夏老板，你疯了？你一个卖雪糕的，买这么多炸鸡干嘛？这你别管，半小时内给我送到对面院子里。快来，快来！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香了！那群半个月没吃过一滴水的古人，要是吃上这玩意儿，还不得香迷糊了。陆长洲，快来接驾！你心心念念的仙家神石来了。行，效果够猛。这是何等霸道的异香，这味道像长了钩子一样，疯狂往鼻子里钻。大半个月没见过荤腥，连野菜树皮都啃光了。香吧？这叫炸鸡腿，还有鸡米花和炸薯条，全是刚出锅的，不用生火，直接就能吃。来，先给你垫垫肚子，来。
这金黄之物竟还在发亮，在发亮。外皮酥脆，肉质滚烫，肃然霸道，辣意微微发麻。现代重油重盐的炸鸡第一口，够震撼吧？一口下去，满满的碳水和脂肪像热流一样冲进身体，太好吃了！这外皮为何如此酥脆？这鸡肉为何如此鲜嫩多汁？我从未吃过如此绝顶的美味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我外面还有几十箱呢，你分几趟搬？趁热拿回去，凉了口感就差了。仙姑大恩，常州这就把神石带回去救命。吃了一个大鸡腿，真像被注入了无穷的力气。什么味道？好香，好霸道的油荤味儿！我闻到了肉味儿，是肉香味儿。王捕头，别睡了，仙姑赐下了仙家神石，快来帮忙，快来帮忙！大人，这是何物？为何长得像鸡腿，却通体金黄，还泛着如此诱人的油光？此乃仙界神石炸鸡，仙姑体恤我们无法生火，特意赐下这等极食的美味。王捕头，先给老夫人送几个去，剩下的让兄弟们每人拿一个，立刻去城门口放粮。娘啊！这世上竟有此界的油脂，这肉里有神仙的汁水啊！这极致的脂肪和碳水，不仅是美食，更是救命的还魂丹。大人，仙姑这神石里油水太足了，属下刚吃了5个大鸡腿和2把那叫薯条的东西，现在肚子里像是有火炉在烧，暖和的很呐。夏仙姑，真乃我赤阳县10万百姓的再生父母啊！然而，沉浸在狂欢中的陆长洲和所有百姓都没有意识到，这场极致的油脂狂欢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医学常识漏洞。对于一群饿了大半个月、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、肠胃极度脆弱的古人来说，突然暴食这种高油、脂肪房、高热量的重度油炸食品，哎呦，我这肚子怎么突然有如翻江倒海一般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大人，我不行了，属下这肚子里犹如刀绞一般，仿佛有火在烧。肚子里如同翻江倒海，力气正在被一点点偷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全城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清楚，城里到底怎么了？急症，全城10万百姓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在过了子夜之后，全都突发了急症，腹痛如绞，上吐下泻。大家白天好不容易喝下去神水，全都没保住，身体的水分流失的极快，城里到处都是痛得满地打滚的灾民啊！大人，老夫人疼得晕过去了。是我这个当知县的错，是我求来了神石，是我害了全城百姓和老母亲。王捕头，你传令下去，让大家尽力稳住心神。本官这就去找仙人。80万，买个大别墅，买个大别墅。大半夜的，这陆谦又不睡觉，又折腾什么幺蛾子？难道是炸鸡吃上瘾了，还想点个夜宵？
长洲，你怎么又成这样了？大半夜跑过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仙姑，赤阳县出事了。子夜之后，全城百姓突发急症，腹痛如绞，上吐下泻，白日里喝下去的神水全都没能留住。如今城中10万百姓都在迅速脱水，老母亲也疼得昏了过去。我怀疑是我们凡胎肉体承受不住仙姑赐下的神食。常州此来，不是为了再求吃食，只想问仙姑一句：这急症可还有救法？过了大半个月的灾民，突然暴食几千斤正油重盐，裹着厚厚面包糠的深层油炸食品。哎呀，我这个猪脑子啊！我怎么把这么常识的问题给忘了？陆长洲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什么神罚，这都是我的失误，怪我没常识，饿久了人根本不能一下子吃那么油腻的东西，只能先喝点好消化的过渡。哎呀，现在解释你也听不懂了。夏仙女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天一亮，这脱水之症若是止不住，天一亮就完了。止得住，肯定止得住。你听好了，现在立刻把这2瓶水喝下去，补充电解质，然后就在这里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我现在就去给你们买药。小哥，别睡了，人命关天的大事！姐，你想干嘛？买什么药？把你们店里所有的藿香正气水，注意，我要那种最老款、带酒精、味道最冲的棕色玻璃管装的，还有摩洛石散、肠炎宁，只要是治急性肠胃炎的药，有多少给我拿多少，我全包了。全包了？姐，你大半夜的来进货啊？这得好几千盒呢。别废话，你就说你们店加上后面的小仓库一共能凑出多少？我记不多少，我急着用，马上算账，我立刻扫码。10万人等着救命，快点，再快点！姐，一共300盒，1盒10支，止泻药稍微多点，加起来有500多盒。这已经是我们店所有的抗腹泻药了，总共是18600块。丁，微信收款18600元。小哥，帮个忙，用你们店里的送货面包车帮我拉到夏季冷饮去，我再给你加500块辛苦费。夏老板，你拿到了解药了？拿到了。废话少说，你赶紧记好这药的吃法。这个棕色的小瓶子是专门治你们这种乱吃东西引起的急性肠胃炎的。棕色小瓶，急症肠胃之药。但是这玩意儿味道极其难喝，甚至有点辣嫂子。你告诉百姓，就算再难喝也得给我咽下去，每人1次喝1支。仙姑大恩，常州定当铭记于心。只是这药的数量，我知道这几千盒药不够10万人分，你先挑那些症状最严重、快脱水的老弱病残发下去，剩下的轻症千万别再碰那些油炸食品了。我天亮了再去其他药房给你们扫货。常州明白，常州这就去救人。一定要撑住。我不痛，起来救人！仙姑赐下止泻的仙丹了。仙丹。好生霸道的气味，这就是仙丹的药香吗？光是闻上一口，属下竟然觉得灵台清明了半分。别废话，仙姑说了，此药霸道异常，入口极苦极辣，但必须咽下去。快，给老夫人喂服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好苦，好辣的仙药。可是常州，娘肚子里那股翻江倒海的邪火，竟然被这股辣液给压下去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仙家灵药竟然比烧鸭子还要烈上100倍，苦得我舌头都麻了。但是神了，真的是神了！我肚子里的绞痛感竟然消失了。天不绝我赤阳县，兄弟们，把这些仙丹和仙粉带上，立刻去城里先救老人和孩子。告诉百姓，良药苦口，咽下去，咽下去。
就能治好。遵命，遵命，属下等誓死将仙丹送到。好霸道的药气！仙姑没有放弃我们，他苦儿把我的命拉回来了。这定是仙界的清心咒水，洗去了肠胃里的邪祟啊！这场因茶几引起的灭顶之灾，被几毛钱一支的花香正气水硬生生地镇压了下去。全城10万百姓虽然一个个虚弱不堪，但再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脱水而倒下。妈呀，差点就因为没常识搞出10万条人命的惊天大案了。看来以后投喂古代人不能光顾着卡路里和爽，得讲究点科学配比了。是不是该去弄点容易消化的婴儿米粉或者自热米饭？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我不是刚交了8000块电费吗？通知：因本区电网线路老化检修，将于今日起全区停电检修48小时，请各位商户做好准备。停电2天，冷库里那扇连接无古代的铁门，一旦脱离零下10几度低温，在这42度的高温天气里，那门后的时空通道还能稳住吗？更要命的是，没有电，我怎么给他们弄吃的？不行，这帮古人现在比玻璃还脆，我得赶紧想个不需要电，也不需要他们生活，还能吃上热乎饭的法子。在现代工业的奇迹中，有一种东西，天生就是为了在绝境中创造无湖火沸腾的神迹而诞生的。老板，你们超市所有的自热米饭，不管是广式香肠、鱼香肉丝，还是台式卤肉口味的，全给我包起来！快！夏老板，你这又是唱哪出啊？买这么多速食饭，你店里要搞团建啊？别问了，救命用的。对了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大面积的黑色遮阳网？就是大棚种菜用的那种，能挡太阳的，给我来100张不，200张最大的。古人刚拉完肚子，绝对不能再吃油炸食品，必须吃软烂温热的主食养胃。赤阳县全城禁火，连烧热水的条件都没有。这自热米饭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完美神物，只要一点点冷水，甚至是不太干净的井水，就能引发发热包的化学反应。得赶在冷库温度升太高前送过去。完了，冷库温度已经开始回升了。陆长洲，你在不在？快开门！常州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昨夜姑娘赐下的中色仙药，虽然奇苦无比，但药效当真如神。城中百姓服下后，腹绞之症已全部平息，无一人伤亡。人没事就好。不过你先别急着谢，我接下来要说的是，你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。陆长洲，仙界也有仙界的规矩。从今日起，本仙姑需要闭关修行48个小时。这期间，这扇神门会失去仙气庇护，极度不稳定，所以这2天我都不会再开门了。仙姑要关闭神门，可是因为我等昨夜太唐突了，惹得仙姑厌弃了。求仙姑不要抛下赤阳县啊！没有您的庇佑，这接下来的2天烈日，百姓们怎么熬得过去啊？别动不动就哭丧着脸，谁说我要抛弃你们了？我下离做生意，从来有始有终。既然管了你们的饭，就不会让你们饿死。这2天虽然关门，但我给你们准备了足以度过难关的神物，你看好了，这叫自热米饭。自热米饭？可是仙姑，城中禁火，无火如何烹煮这大米？这就是我选它的原因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看好，下面放发热包，倒一点冷水，然后盖紧，不需要任何火苗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火石，没有干柴，只用了一点冷水，它竟然沸腾了！这是何等通天的仙家法术！机操5、6，这叫化学反应。这种饭非常软烂温和，最适合你们刚拉完肚子的肠胃。还有这外面的黑网叫遮阳网，你拿回去让人撑在街道上方，能挡住80%的毒太阳。仙家法术，这绝对是仙家法术！常州替10万百姓谢过姑娘。断电这2天，千万别因为升温消失啊！天阴了，这是仙家赐下的天幕，我们不会被晒了。百姓们，
仙姑要闭关2日，但她在临走前给我们准备了自热米饭。这种米饭温和软烂，绝不会再伤及诸位的肠胃。看好了。老天爷，不用火，竟然凭空变出了滚烫的米饭，好香！这米饭为何如此雪白，连一粒骨壳都没有？这肉汤拌饭简直比皇上的御膳还要香啊！大当家，那赤阳县不是早就断水断粮了吗？哪来的这么多肉香？放屁！这等异香，定然是那县令陆长洲私藏了朝廷的赈灾粮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今夜摸黑进城，把他们的肉和粮全给老子抢过来！大当家，您闻，哪怕过了这么久，这县衙里依然飘着那股子浓郁的肉汤味儿。这姓陆的肯定在里面藏了金山银山的白面肥肉。老子管他是清官还是贪官，在这大旱天里，有粮就是草头王。兄弟们，待会儿翻进去，把粮食和肉全都给老子找出来！一起有山贼，兄弟们抄家伙！城外恶殍遍地，你们不思自救，竟落草为寇，抢夺同胞。那些粮食乃是仙姑赐予灾民救命的，你们这群背信弃义的恶徒，根本不配沾染身家1粒米。去你的仙姑！老子只信手里的刀，既然你不交，老子就自己找。大人，贼人太多了，我们顶不住了！你快带着老夫人退到后园顶教课，那里易守难攻，绝对不能让这群贼人找到仙门啊！一旦仙门被发现，赤阳县10万百姓最后的活路就断了。兄弟们，护送我娘退守地窖，死也要守住神门！给老子砸！这门后一定是猫腻，那炖肉的香味就是从这儿飘出来的。大当家，下面绝对是他们藏粮的秘密地库，砸不开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以为躲在乌龟壳里，老子就拿你们没办法了？来人，去城外给老子找些还没干炒的尸柴过来，再去拔点带毒的狼毒草。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地窖只有一个通风口，烟一旦灌进来，咱们一炷香的时间都撑不过去啊！大人，求仙姑神通广大，你快打开仙门，让仙姑降下神罚，逼死外面这群恶贼啊！谁敢惊扰仙门，都退下！夏老板，常州无能，没能替您守好这清净之地，但常州发誓，今日就算这地窖里的人全被熏成枯骨，也绝不让这群贼人惊扰您的修行。大人说的对，咱们的命是仙姑救的，大不了今天还给仙姑。兄弟们，把衣服撕了，用药打湿，捂住口鼻。喵的，什么味儿这么呛？起火了！没起火呀，这店里连电都停了，哪来的烟味儿？内外温差缩小，门缝竟然开始漏气了。陆长洲，老子看你这狗官还能撑多久！我去，这帮古人遇到打劫的了，而且被人堵在门口用烟熏。那个死心眼的呆子县令，一定是把我那句闭关48小时不能开门当成了圣旨。陆长洲，你个笨蛋，时空门消失！老娘说是闭关，那是怕冷库温度不够，时空门消失。你要是没了，老娘这快件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我的大便鼻子还怎么买？社区消防检查室强制要求配置的东西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土匪是吧？放火是吧？老娘今天让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古代渣子，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！大人，属下先走一步了。石门要破了，兄弟们加把劲儿！里面的狗官估计已经熏成腊肉了，进去直接抢粮。保护老夫人，大钱男儿，死战不退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
敢在老娘的店门口放火熏我的大客户！什么人装神弄鬼，给老子砍了他！老娘独自扛大包，打跑地痞流氓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天哪！他呼风唤雨，招来了暴雪，我被仙法瞬间熄灭了，仙人显灵了，这是仙家的天罚呀！快逃！快逃啊！神仙发怒了，快跑啊！呸！什么古代土匪，连个灭火器都扛不住，还敢来学人家杀人越货！陆长洲，你是不是没脑子啊？别人都在门口放火熏你们了，你怎么不砸门喊我一声呢？要不是这毒烟顺着门缝飘到了我店里，把我呛醒，你们今天打算怎么办？可是您在闭关修行，神门不稳，我怕砸门惊扰了仙姑，导致神门崩塌。若是神没了，那10万吃了神餐的百姓日后该怎么活啊？这个傻子，宁愿自己和母亲被熏死，也不愿冒切断全城粮逃的风险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算我怕你了，以后不管我在不在闭关，只要遇到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必须给我砸门，听见没有？天塌下来，老娘也先给你们顶着。常州遵命。夏老板，请留步。夏老板，常州深知您几次3番降下神物，更是亲自现身施展仙法救我等性命，那是您菩萨心肠。但我赤阳县绝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白受仙家恩惠。这是前几日我带人查抄县里潜逃贪官府谍时，在暗室中搜出的一件绝世珍宝。此乃前朝画道真神楚游云的绝世孤品真迹《九霄云龙不语图》。据传，此画曾是前朝镇国之宝，价值连城。常州本想将其献给朝廷，换取赈灾款，但如今朝廷迟迟没有救援。常州斗胆，以此物献与仙姑，只求能换取一台能彻底解决赤阳县大旱的仙家法器。玉瓷金簪卖了80万，这传说镇国孤僻字画得值多少钱？既然你如此诚心，这画本仙姑就收下了。你刚才说想要一台彻底解决大旱的法器，正是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神餐虽好，但赤阳县若想长久活下去，必须找到地下深处的水脉。常州恳求仙姑赐下能探寻地底水脉的仙家神器。地下水源探测仪，现代重工科技里有的是，只要资金到位，别说探水仪，全自动柴油打井机老娘都能开过来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把这地窖守好了，最多明日午后，我不仅给你弄来探水法器，还要给你们赤阳县来一场彻彻底底的工业革命。李叔，别吃包子了，快来给我长长眼，我这儿弄到了一件货。小梨子，你这丫头怎么毛毛躁躁的？什么大货？难不成你还真去挖皇陵了？这落款，这印章，还有这点睛入神的画法，难道是前朝画神楚留云的真迹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幅九霄云龙不语图早在500年前就失传了。李叔，您就凭良心说，能值多少钱？100万有没有？100万！小梨子，你是在侮辱这幅画，还是在侮辱你李叔的专业素养？它的价值根本不是我这个小破当铺能估量的。你等着，我立刻给省城最大的拍卖行老总周董打电话。这幅画只有他吃得下。老李，画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。周董，纸张绢丝墨泥，老化程度完全吻合。那枚独一无二的流云飞阁丝印也是对的。这是真的九霄云龙不语图孤品真迹啊！夏小姐是吧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幅画如果上拍卖行，可能需要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造势，而且还要扣除高昂的手续费。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幅画，我愿意私下全款收购。那周导愿意出多少？3亿。3个亿！前2天还为8000块电费焦头烂额，今天就成富婆了。只要你点头，前10分钟内打入你的账户。成交。丁，您账户。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，冷库停电了，古代10万老百姓还等着探水仪救命。多谢周阁李叔，改天请你吃大餐。我还有10万火急的事，先撤了。
钱到位了，先买发电车，再买碳水仪。喂，是天宫重机吗？我是夏黎，我要你们公司最先进的，能探测地下300米水脉深度的多频电磁深层水源探测仪。夏女士，碳水仪我们有现货，1套500多万。别废话，碳水仪我买3套，立刻给我送到夏季冷饮批发部门口，1个小时内不到，1个小时内不到，我换别家。还好，发电车接上了，门稳住了。夏仙姑，仙姑定是为赤阳县旱情耗费了极大先力，才提前出关。少整这些虚的。陆长洲，接法宝。仙姑，此乃何物？这叫碳水仪。看到这块屏幕没有？只要你拿着碳杆在城里走动，如果地下有水脉，这法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蜂鸣声。水源越浅，水流越大，屏幕上的绿色信号格就越亮。只要跟着它走，哪怕水藏在地下几十丈，也能被硬生生找出来。这套现代地质勘探的结晶，在古人眼里，简直就是能看破大地九泉的神仙法眼。有此神器，我赤阳县10万百姓终于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。常州替大死运，叩谢仙姑赐下不世之恩。别光顾着谢了，趁着现在外面有遮阳网挡太阳，立刻带人去测。只要探到了水，别管多深，给我拼命往下挖，听明白没有？遵命。寻龙点穴，全凭天意。如果屏幕上亮起红光，说明地下是枯石；若是亮起绿光，并且发出滴滴的蜂鸣，那便是找到了水源。是红光，夏仙女说过，红光代表此处地底全是枯石，毫无水汽。大家莫慌，随本官继续找。大人，这都把大半个城测遍了，全都是枯石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到最后一刻，绝不放弃。就算把赤阳县的地皮翻过来，我也要把水找出来。绿光，王捕头，是绿光，真的是绿光！大人，仙姑使灵了，这下面有水。哎，信号满格，就在这里。这巨石之下藏着一条巨大的水脉。王捕头，拿铁镐来，给我挖！遵命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是你！这镐头上带出来的土是黑色的湿泥。水啊，是活水！咱们挖到水脉了，仙姑没有骗我们。不好，水脉受压，要喷发了！大人快上去了！大人快上去！第1分钟，喷出来的是浑浊的泥水；第3分钟，泥沙被冲刷干净，水柱变成了极其清澈、透明，散发着刺骨凉意的高深地下暗河活水。哈哈哈哈！水，取之不尽的地下水，赤阳县活了！这里当真是那个在折子上被判了死刑，说是10室9空的赤阳县？奴才没眼花吧？外面赤地千里，连树皮都被扒光了，怎么这城里头竟然还有阴凉地儿？天上那黑色的巨网又是何物？妖物！若是妖物能挡住这要命的毒太阳，那也是护国瑞兽。你闻闻，这空气里竟然有炖肉的香味。大旱3月，全城禁火，这肉香是从哪里来的？走，随朕去看看。国库最顶级琉璃也带浑浊杂色，这小丫头手里竟是通体透明的绝世珍宝，极品琉璃，竟然是毫无杂质、通体透明的极品琉璃盏，而且在这等大旱天，那琉璃盏上竟然还挂着冰霜，这怎么可能？老丈，在下是过路的粮商，敢问这小丫头手里拿的琉璃盏是从何处得来？里面装的又是何物？什么琉璃盏？这位外乡客，里面装的那是带有雷霆赐下的冰镇盐汽水，是咱们陆县令用命从仙姑那里求来的。仙家、仙姑、盐汽水。老丈，在下实在口渴难耐，愿用这1两黄金换这小丫头喝剩的半瓶神水，可否？行吧，看你也是个可怜人，
就给你润润喉咙。这水里竟然有雷电在跳跃，好霸道的口感！微咸中带着甘甜，一口入腹。我这连日的舟车劳顿和暑气，竟然瞬间消散了80%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主子爷，您怎么能喝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？快吐出来呀！滚开！这等琼浆玉水，御膳房那帮废物这辈子也酿不出来。老丈，你们刚才吃的肉香是出水了，地下水脉彻底稳住了，大家快去领神餐啊！出水神餐，这赤阳县究竟藏着多少朕不知道的东西？路上两地，正南。无火自肥，这简直违背了天地纲常，真的是神迹呀！陆长洲，告诉朕，这无火凤腾的神物是何物？这天上的黑网，城中的神水，究竟是从何而来？九龙玉佩，皇上，赤阳县县令陆长洲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免礼，朕收到镯子，说赤阳县已成死甚至有流寇作乱，便微服私访。没想到你竟然给了朕一个天大的惊喜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回皇上，3个月大旱，朝廷赈灾粮迟迟不到，微臣走投无路，在枯井底叩开了一扇通往仙界的神门，是下仙女给了我们雷霆神水解毒，茶七神石扛过了饥荒，赐下晃香天丹治愈了全城的急症。极其浓郁的肉汁在舌尖炸开，香肠的甜咸交织，米饭的软糯弹牙，这是古代落后的烹饪技术永远无法达到的工业化调味巅峰。朕腹有四海，自诩天朝上国，今日才知，朕这皇帝当的，竟不如仙界的一条狗吃得好。此等仙家美味，此等救世手段。陆长洲听旨，你誓死护民，叩开仙门，救10万子民于水火，乃是大楚之第一功臣。那扣下你赈灾粮款的贪官，朕已命锦衣卫悉数捉拿。从今日起，赤阳县免赋税3年。这扇神门由你全守，任何人不得染指仙门半步。吾皇圣明，万万岁！停电危机解决了，碳水仪也给他们了，旱灾总该搞定了吧？接下来这日子，我是不是该规划一下怎么当个低调的顶级名媛了？夏姑娘，咱们挖到地下暗河了，10万百姓彻底得救了。不仅如此，连皇上都微服来了赤阳县，尝了您的自热米饭，对您惊为天人，更是赐下了这2大箱的皇室重宝作为对感谢。你说啥？皇帝来了，还给我带了2大箱皇室重宝？之前1只御赐金簪80万，一幅画3.5亿，现在皇帝老儿直接送2大口箱子，这里头得装了多少个亿呀？皇上他老人家太客气了，不过既然是他的心意，我也不好意思不收，但是我白拿东西。陆长洲，你等我一下。夏姑娘这是又在施展何等仙术？皇帝是吧？今天老娘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来，礼尚往来，这是我给你们皇上准备的仙家御膳。夏老板，敢问这又是何等神物？刚才那股异香，甚至比之前的炸鸡还要浓郁3分。这叫豪华至尊全家桶，旁边那个圆的叫芝士爆浆披萨，最关键的是这个，这叫快乐水，也是带有雷霆之势的，但比盐汽水更霸道，更带劲儿。你拿回去，切记趁热让皇上吃饼，趁凉让他喝水，保准他吃完之后连龙椅都不想坐了。常州这边送去。我身为95之尊，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嗷嗷待哺。皇上，微臣求来仙家御膳了。快打开，让朕开开眼！滚一边去，让朕自己来。这烧饼竟然能拉出如此绵长不断的丝来，简直神乎其技。酥脆软糯，这红色的酱汁酸甜开胃，这拉丝的鲜汁浓郁化不开，太好吃了。水，快给朕上水！极其霸道的甜味混合着冰冷刺骨的爽酸感，直冲天灵盖。坏了，主子爷莫不是中毒了？哥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这黑色的神水叫什么名字？回皇上，此乃快乐水。好一个快乐水！朕腹有4海，却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简单纯粹的快乐。自今日起，赤阳县更升为赤阳府，
你擢升为赤阳知府，赐尚方宝剑，拥有先斩后奏之权。这10万百姓还有这扇神门，朕就彻底交托给你了。微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终于守。